女人冒充自己的双胞胎妹妹，和妹夫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本来妹夫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某天一具女性骸骨被意外挖了出来，才揭开了这个天大秘密。法医判断死者已经埋了3年，是被性虐致死的，因为骸骨上有狗项圈和链条，一看就是有人把它当宠物了。再等到整具骸骨被拼接完成后，鉴证专家应用软件根据头骨的数据还原了死者的样貌。就这样，警察终于取得了受害者的照片，然后就和所有的失踪人口挨个比对了起来。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出了一个相似的信息，显示失踪女人叫艾娃，是一名外国移民，曾租了一间在埋骨地后方的公寓，结果2个月后就失踪了。而通报失踪的就是他的妹夫乔治。随后警察就来到了乔治家，说明是为艾娃而来的，然后就拿出了照片。乔治确认确实是自己申报的。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乔治妻子从屋里走了出来，可当看清她的样貌后，警察当时就惊呆了，因为女人竟和死者长得一模一样。原来她俩是双胞胎姐妹。此时警察还不知道眼前的其实就是姐姐艾娃。接着通过审问得知，妹妹称艾娃生性狂野，有钱的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直到终于遇到了坏人，然后就哽咽说不下去了，伤心的回避了。看上去姐妹俩感情很深。而通过妹妹莲娜的描述，警察意识到她认为姐姐可能是被男友害死的，于是问起了艾娃的感情史。不过乔治只知道她一个叫史龙的男友。随后警察就来找了史龙，哪知史龙先否认喜欢玩性虐，然后表示和艾娃交往也只是生意往来，他会多国语言，能帮我拓展生意。而至于最终分手的原因，则是艾娃非常喜欢珠宝，只要我买别的东西送她，她就发火，气得我只能终止了合作。接着警察又问艾娃的下一任是谁，结果男人虽然不确定，但却在一场联合国的国宴上见到他和本国的外交大使同行。于是随后警察又来到了大使馆，可大使也不承认和艾娃乱搞，虽然表面上称只是合作关系，但却用自己培育的兰花比喻艾娃就是个寄生者。至于警察在问的其他问题，他也含糊应付过去了。最终警察丝毫有用的信息也没获得。不过另一队却查出艾娃是持未婚妻签证入境的，也查出了未婚夫的详细信息，他们是通过欧洲婚配公司中介结婚的，也就是所谓的邮购新娘。随后4人决定分别去调查未婚夫和婚介所，不料未婚夫一提这事就来气，表示过了90天试用期后就把艾娃退货了。警察很好奇原因，哪知男人竟称是因为艾娃和牙医乱搞，可不成想牙医竟坦白承认了，还称当时已打算娶艾娃了，但最后我取消了计划，因为我发现他说谎了。他告诉我他是学生，结果我调查出他竟是邮购新娘，所以至此这2个男人又和艾娃没关系了，线索又断了。可不成想法医又有了新发现，牙医提供的艾娃病历竟和死者不符。开始2人还以为牙医拿错病历了，不过法医又表示虽然记录不符，但牙齿的形状和颚部都符合。一听这话，警察才恍然大明白，莲娜原来就是艾娃，死的竟是妹妹莲娜，然后就此推测是艾娃杀了妹妹，于是下一秒就准备逮捕她，却不成想进门后竟发现屋里已乱七八糟。警察立即意识到出事了，结果却是虚惊一场，应该是艾娃带着钱仓皇出逃了，并且还留了字条向乔治道歉。可乔治根本不信自己的妻子已死，也不信世上有这种狗血剧情，但警察有证据啊。当拿出尸体上的十字架后，乔治这才不得不相信了。随后警察问起了他最后一次见莲娜的情形。Ava called, said she needed money. We just had the baby and business was slow, so Irina went over there to explain why we couldn't help, and she didn't come back till 2 in the morning. 不用说，回来的就是艾娃了，所以一定是艾娃杀了妹妹。而这时警察又想起了他的女儿，乔治立马意识到坏了，于是赶紧冲到了幼儿园，结果女儿还好生生的在这，这可把男人吓坏了，还以为艾娃动了自己的女儿，但老实说孩子妈刚才来过，对女儿说了些话就走了。随后警察赶紧问她说了什么，女孩称她说今天不能去看木偶人了。木偶人又是谁？女孩又解释妈咪去见朋友时，有个叔叔会拿木偶逗我，可乔治根本不知道这事，所以关键就是艾娃去见的朋友是谁了。而小女孩还真记得，竟是婚介所负责人。接着再一查，更是发现艾娃竟和负责人联系密切，还定期给他汇款，双方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为了弄清2人之间的关系，警察立马来到了婚介所，不料却被眼镜男拦住了。可警察一眼就看出他就是木偶人，接着就威胁你不交代就属于从犯。眼镜这才害怕，老实交代了负责人正在另一处办公室。于是下一秒警察就突击了那里，没想到女人们一见他们竟疯狂逃窜，还不断大喊警察来了。顿时从包间里冲出了男男女女，很多都是衣衫不整，一看就是个卖淫场所。而这时负责人也出来看看咋回事，结果正好撞到枪口上，警察当即以非法拘禁、绑架和组织卖淫将他逮捕了。随后就寻找起了艾娃，不料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堆金钱，艾娃则在一边抱着一个女孩瑟瑟发抖。然后警察不由分说以谋杀罪将他逮捕了，可那个女孩竟大声辩驳她是莲娜，但此时警察岂会听这些，先把人抓了再说。殊不知女孩竟是艾娃的三妹。接下来就是警察严刑拷问了，可艾娃坚决否认杀了莲娜，但却承认是自己埋的她，这怎能让人信服？When I came home that night to my apartment, Irina was dead. She was lying on the floor.
The neighbor had his garden dug up. I put Irina in a garbage bag and dragged her downstairs. I covered her with dirt. I buried her. What about the collar and the leash? They were mine. I buried my past with Irina. Well, why didn't you just call the police? Whoever killed Irina was really after me. Valentina had our sister. I had to get her out. 接着警察想知道那个凶手是谁，可艾娃却不说了，他根本不相信警方。对此，大队长也觉得艾娃杀了一个妹妹，再去替另一个赎身有点矛盾。而警探判断以他的体型绝不可能独立抛尸，所以艾娃可能故意隐瞒在保护凶手。因此，为了弄清真相，警察又审问了另一个妹妹。可小妹自称被关了好多年，根本不知道她是大姐。于是警察告诉她，艾娃杀了莲娜后就假冒她。但小妹不相信艾娃会杀莲娜或任何人，并猜测一定是婚介负责人干的。She promised me marriage, a new life. I went to her parties in Bucharest to meet American men, and one of them he proposed to me. So Valentina, she bring me back here. Did you get married? Yes, but the pig changed his mind. I thought I would get deported. Who let you stay here? Valentina, she said she would protect me, and she'd take me to that place. She turned me into a whore. How long did she keep you there? 3.5 years, until the debt was paid off. What debt? My ex-husband. Valentina gave him back his money. She said it was my fault. He wasn't satisfied. That I had to pay her back for all the money she lost. Why didn't you run away? Because Valentina said she would kill my sisters if I went back to Romania. 果然，婚介所是个黑中介，负责人就是个人渣。随后，检察官就准备以谋杀莲娜的从犯起诉他。可负责人不承认是凶手，还大言不惭我让男人娶到了理想新娘，但检察官立马戳穿是绑架。Girls here to marry, have a better life. I sheltered them after their husbands rejected them. You forced them into prostitution. You can't prove anything. 可是检察官却直接推断出是艾娃要告发你，所以你决定杀她，哪知却错杀了妹妹，然后就让负责人交代是谁动的手。结果女人想了想，却要找律师，决定和检方硬刚到底。因此这么看来，艾娃还真像受害者，并且他们都在惧怕一个人。于是为了挖出这个幕后之人，警察打算搜查婚介所找线索。可是眼镜对这些事却一无所知，警察当然不信，让他老实交代负责人的同伙。结果眼镜这才想起，有个老人经常来，穿着一身西装，还和负责人总是在办公室关门会谈。不用说，这人很可疑了。然后就让眼镜带着去办公室查他的线索。不成想，这个人的身份很快就查明了，竟就是艾娃国家的外交大使。上次俩人还去审问过他，而这么一想，他可能是利用外交特权取得签证，从而源源不断偷渡女性来美国。不过大队长决定暂时先不动他，而是先让乔治帮忙，让艾娃坦白才好指控。随后警察将大体情况都和乔治说清楚了，乔治决定好好和艾娃谈谈。而当艾娃再次见到乔治后，虽然有点吃惊，但却没有一丝尴尬，毕竟他和乔治已同床共枕了3年，并且他认为莲娜也希望自己这么做，可乔治却接受不了，直言警方已查出外交大使了，你交代吧。不料艾娃竟称大使会杀了你，就像杀莲娜一样。Why did he kill Irina? Because I threatened to tell the police about him if he didn't let Oksana go. How do you know he killed Irina? I saw him outside my apartment building. He left something next to the trash in a plastic bag. I looked inside. It was Irina. I put on her wedding rings and buried her under the neighbor's garden. He raped her. He made her wear the collar. He did to her what he used to do to me. How could you let that happen? I wasn't there! I couldn't stop him! Irina never told him it wasn't me. 莲娜竟是为了保护姐姐而死，但乔治又质问你为啥不跟我说。 As long as they thought I was dead, we were safe. 而他勾搭的那些有钱男人，以及偷了乔治的钱，其实都是为了给三妹赎身。这么看来，艾娃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然后他郑重向乔治道了歉，可乔治根本不接受，毕竟媳妇已经死了。艾娃还想试图挽回，但乔治现在对他只剩厌恶，随后一声不吭地离开了。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而接下来，警察判断艾娃刚才没说谎，可以让他指证大使。但问题是，大使有外交豁免权，有罪也动不了他。于是检察官只好找了国务院的一位朋友，陪同他一起试图说服对方外交部撤销大使的外交豁免权，同时也提供了照片证据，但大使却不承认。随后检方提出了我们有目击证人，结果大使一猜就是艾娃，可对方外交部都知道他臭名在外，显然不会采信他的话。不过最终也表态，只要能确定大使有罪就收回豁免权。而对于艾娃的作证，大使根本不认，但检察官手里只有他了，不由得争辩了起来。见状，好朋友急忙出手阻拦，并提出了最后的决定，那就是将大使列为不欢迎人员，限48小时离境。对此，检察官也不好说什么了，毕竟手里证据不足。可得知消息的警察们不乐意了，怎能任由一个杀人犯只是被遣返回国，
检察官其实也不赞同，但要求必须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才行，尤其是物证。于是警察们连夜查起了现场报告，试图找出有用的线索。竟发现莲娜的衣服虽然被分解了，但内裤上有一些残余物，已交给地质学家去分析了。然后他们紧急来到实验室，催着专家连夜化验，果然有了重大发现。随后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赶到了大使馆，将嚣张得意的大使逮捕了。可大使不服，大喊我有豁免权。结果警察告诉他，今早已经失效了，你们政府刚刚已经收回了。但大使仍是不相信。警察于是明言在莲娜的内裤上找到了2粒兰花花粉，正好就是大使屋里种植的那些。这下可是铁证了，大使再也逃脱不了了。而等一切尘埃落定后，他们一起祭拜了莲娜。乔治会带着女儿坚强活下去，可至于艾娃就不知何去何从了。